威廉，杨哥，好久不见了，从上海回来，整个人变帅了，瘦了，是小减了一下，瘦了多少公斤？瘦了5公斤。我看了你最近都在抽卡，对，所以瘦了。帮他打个广告，难得跟威廉见面，对不对？最近这段时间，马来西亚发生很多事情哦，也是关于旅行的，是吧？对，很多我们来自大陆的朋友过来，我觉得的确真的有很多好数字的，也有很多数字非常差的，都可以聊吗？对，我就聊到有一位他是一个女的博主，他来到马来西亚，他竟然说马来西亚的水质真糟糕。等一下，他还是个博主吗？他是大马在 YouTube 做的大马平台的博主。他是其实他在中国的平台 ，OK， 对，在中国平台小红书吧还是 TikTok，就讲来到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的水质比中国的水质还要差，还呼吁中国国内的朋友，如果来到马来西亚，一定要带过滤沥芯。冲凉的时候要到这里想，他说冲了2锅，他觉得浑身不自在，这就很过分了。我奇怪，马来西亚水质如果它全世界真的难找到好的水质了，真的。我有发言权的。其实我在可能去年也就是6月份的时候，我也听到一些这样的说法，像我们的邻居说，你看有时候打开水龙头水有点黄，是吧？我有时候发现也会是这样的，但是我确实没有马上下结论，就像他一样说大马水质就是好或者是不好。更不会去呼吁大家，因为你凭想象你会觉得大马这些基础的设施，除了电有时候 on off 是会经常看到。那我做了一个什么事情？我回上海的时候，我就买了一个水质检测仪 TDS， 它就测那种 total dissolvable 的这种对水的里面的含量，对，就看水里面的电阻还有不可融化的一些东西来推断水质的。虽然不是最直接，但是还是比较准的。好。我也看到水黄，对不对？我也去做测试了。我在上海和马来西亚都做了测试。这个值在上海，我们家的水龙头大概这个值是120，大概好像是世界上规定了很多国家，如果在50以内，它 tap water 就是可以喝的，是这样子的。上海的净水过滤器出来大概是10几，那就是比较干净。好，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大马是怎样？我还测了我们家不同的水龙头。我们 OK 厨房的那种很高级的那种滤芯，就是专用的，我也测了。都是一个数值，但差不多都在60左右，就是说现在已经有结论，这个水质比上海好1倍。这在大马买的那些像绿盖的，就是那种这不是矿泉水，矿泉水好像是白盖的，绿盖的就是纯净水，就过滤过的水，差不多是30左右，那就确实是喝的，饮用的，对吧？我们也讲了，像美国有些可以直接喝的 tap water，可能在50以内，所以我们大概就会知道大马的水质是怎么样的，就会比上海还要好上1倍，接近于可以直接饮用的。这种安全标准，对，我们家也装了一个小小的滤芯的那种小滤芯，我就拿来直接喝的。对，因为我们本来一直想要不要装一个抠微，要不要装个 LG， 或者是我就买罐装水啊。我那时候不是担心水质吗？那看起来就完全没必要。那么水质又为什么会不好呢？后来我的推断是这样的：水箱未必会干净。市政 ISLANO 给你的水是干净的，但是经过你 condo 的水箱再往下，它如果没有及时清理，会怎样？其实我看到通知是一直清理的，那这个应该说是偶尔发生的现象，不是一个常发的现象。我早期也有做过卖沥芯，以前有在一间传销公司有卖过过滤水，而且也有去在 purchasing 的时候也负责采购一些沥芯来公司里面拿来卖的。我发现马来西亚水质其实是安全的，就算你没有经过过滤，你可以煮来就可以直接喝的。我讲结论，如果你是比较健康，你经过一个沥芯，那水质更加好，更加清洁，更加纯净，它重金属或者其他的杂质都能够给你稍微的沥香。我不会讲完全100%，这99.99%都可以。再说你刚才说的有些水会黄或者会比较肮脏，这可能是当时在装水摆，或者是你的作者他们楼上在清洗他的当机，就是它的水箱，所以变成刚开始流出来的水会肮脏一些，或者前几天有下过大雨水，可能还有一些水会肮脏。不过你开多一下子，不到开几分钟，大概1-2分钟，它的水就清洁了。对，因为这个东西好了就好，它overall 正常的水质是很 OK 的。对，我再提到还有另外一位博主，他之前看了很多的，可能在国内里面看到很多的这些 TikToker 或者是当地的博主讲，马来西亚的华人 ，OK， 你去到马来西亚，你用中文就可以了。有些博主基本上就信以为真，来到马来西亚机场，怎么没有中文字？去到很多地方很少看到中文字，他就讲奇怪，马来西亚他看到颜如晶当初讲中文讲得这么好，来到马来西亚并不是整个是讲华语的，我觉得这方面的国际认知，我觉得还是很差。
是，确实，哪怕是我们到大马的时候才会知道说，以前是写繁体字，现在写简体字，大家的华语不同人他们的籍贯的组成，真的连我们也是坦白讲是来了以后慢慢学习才了解的。就这个我想大家的认知确实比较少。我觉得他认知他自己不知道没关系，你自己静静就好了。为什么要拍上视频告诉大家你是多么的傻？来那个国家，你来个国家自己不做攻略还播给大家看。对，马来西亚人不是看中文，中文讲得很好的吗？是，真的好奇怪。就是有个真正的问题，我想在于他表达的这种态度。你不是很谦虚，也没有去查一下，同时我觉得还有一些思维方式。你如果发现什么事情很怪，我现在慢慢有这种思维，你先假设自己是错的，而不是假设别人早就习以为常，别人那些习惯错的，大概率是你的问题，因为你都没想到那是很有可能的。别人你不要觉得是别人笨，那么多人生活了那么多年还搞不清楚这些问题，就我碰到什么问题，首先假设是自己是错的，才会有可能会生活得开心一点。基本上这些人他会影响到所有，不只是大马人，甚至其他国家的人都会对中国人产生反感。因为对中国人产生反感，我们的华人的样子就是同样一个祖先。OK， 我们去到其他国家，别人也会把我们误认是同样的人。这样想，所以因为一粒米虫，使到整缸的米不能够使用，这个我必须要讲出来，因为毕竟也有影响到我们。OK， 还有另外一位。他就说马来西亚的这个美食真难吃，真的来马来西亚必须要带多一点方便面。然后我想说，这么我很少看到有些人去越南讲越南东西很奇怪，泰国的食物很奇怪。不过来到马来西亚，他特别面比较黑一点点，他就嫌太过深，或者我们的辣一点，他就嫌辣。如果他们吃麻辣火锅不觉得辣吗？我吃麻辣火锅还会泻肚子呢。OK， 虽然是好吃，酸菜鱼不酸吗？马来西亚的东西带一点酸味，他也嫌。不过在泰国的东西又辣又酸又刺激，他们又没有听过他们嫌。我这点也是觉得非常奇怪。更奇怪的就是马来西亚有这么多便宜好吃的美食，在那些咖啡店或者那食阁 ，OK，food court 都有，怎么他们不会去查一下？偏偏自己去找到那些店是不好吃的，就在那边拍给大家，马来西亚美食真的很难吃。因为他们没有看我们的频道，他们没有看 YouTube。因为获取信息的渠道很关键。你也知道，中国很多人他某些方向的这个思想，也都是受到不同渠道的信息的影响。一个人首先接受什么信息，就会形成什么样的思维嘛。那你说到了大马，他可能都不懂原来 Google 上可以搜出这个店，我想大部分人是不知道的。但他如果连这个也不知道，那你想他只能去大众点评找店，他只能去可能百度上搜，他只能去看小红书，这些我都不会去用的。那他拿到的肯定又是有一些不怎么了解马来西亚的人在放大宣传，所以某些误解又会越放越大。对，这方面我要强调说，以后如果中国的朋友，如果你要来马来西亚，或者是去东南亚都好，你一定要先下载 Google Map。OK，Google。那边你打中文的可以，你只要去到你的那个地方，槟城有什么美食，打中文就可以，不用打英文，你就可以告诉你周边有什么东西好吃，你就看它的评分，5分是最高分，你在那边来看这些评语是完全不会错的，不会差到哪里去的，所以一定要先下载这个 Google Map。要不然就看我们的视频，你就可以知道哪里的东西好吃。或者问我们呢？对，我们都有我们的微信在那边，可以联系我们，对不对？包卡都可以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这基本上就是功课稍微要做。你就算要说走就走，不过你要有国际观的说走就走。你是那种不是国际观的那种说走就走，你出到国外，你让人家讨厌的吗？人家讨厌你，他会把整个中国人都讨厌了，你知道没有？现在我看到很多评语，看到这些从中国来的这些博主讲了一些不好的话，很多人讲马来西亚很差，马来西亚很烂，拜托你不要再来了。只要长着华人面孔的人，就会被人家讨厌了。就好像现在我去泰国，可能有些人以为我是中国人，他一开始就对我的态度就不好了。那不要说你，我有时候也会很困惑。上一次我也做过一期节目虽然我觉得很多事实都已经很难说清楚了，而且媒体都会进一步的把它给放大，
对，包括说大马的媒体，因为有一个不好的新闻，大家就会报，不讲原因，不讲结果，不帮大家去用媒体生命影响生命，做一些积极的事情，这样有点恶性循环。其实，那大家也会觉得好，那你们就不要来或怎么样，我觉得都是走向一个不好的结果。可能基本的攻略，大家也蛮缺乏这些旅行的经验的。对，他缺乏基本的一个世界观，这些 visibility 都是少的。这个就是素质的一部分。对，同时我觉得，如果说一个问题可以改善，其实态度就不要太自大。对，谦虚一点。如果是你觉得别人不好吃，但你客客气气的讲出来说，为什么跟我想象的味道不一样？或者说我去研究一下他为什么会这样做菜都是欧的，福建人都喜欢黑黑。对，那他有可能会发现一片新的天地。对，你要改变你的心态，勇于尝试。因为我是觉得，如果你来到马来西亚，你会讲中文，只要看到面孔跟你一模一样华人面孔，去问小，你可以叫小姐，马来西亚没关系，或者美女、帅哥，或者叔叔阿姨，请问这边有什么美食好吃吗？你只要懂得开口问人，马来西亚人开心的会带着你去吃的。所以你看，在大马的中国人会有点不甘，纯正的大马华人也会感到不甘，因为我们都会感到受到一些影响。照理说，你看。在我的想法里面，如果别人讲中国菜很难吃，我不会那么在意。我也是想，为什么马来西亚人这么感觉被 bother 到？这当然，我觉得大家会有想法啊，但我觉得有一点就是大马，你只要说到难吃，大家会跳起来。你难吃就好，不要拍出来。好像我去中国有一些东西很难吃，我都不去拍，我只能够讲好 ，OK， 这我不大习惯，这味道可能太重了，不适合我，我会这样说。不过你何必要纯粹告诉马来西亚美食不适合人吃的？这是台湾的一个老安迪。确实，就是说，你看他们都有一个共性，不论是台湾还是讲中国的博主，他表达的太夸张、太哗众取宠、太不注意态度。对，是不是因为流量？一定是。如果你们是因为流量讲这种话的，我告诉你哦，你的流量可以证明你的人格很差。尤其台湾的那一个，最后他有道歉的，不过我还是不接受他道歉。他讲马来西亚食物不是人吃的。那又何必？这个真的是叫博流量，因为他会想什么东西大家会关注，不管了，必须做，像赚钱一样。有些人赚的是 good money， 有些人赚的是 bad money。我觉得你讲这句话，你就是乡巴女，你根本没有世界观，你不适合出来旅行，你还是待在你的国家比较好，真的。但迟早有报应。不过我觉得这有一点说大一点，就有点这个世界的问题，就是不好的东西或者博流量的东西，只要大家关注啊，看的人更多。你想分享一点真心的，像我们就经常说我们频道说。真实的个人的感受，对。至于国家怎么想，我不知道。至于大家怎么样，我哪怕我们讲一个负面的东西，也要牵涉到说，那对我们的内心是什么影响？告诉你一些真实个人的，但未必就别人会很 care， 但是这个世界的问题就变得更加的浮夸一些。对对，就像在马来西亚，你越夸张的网红越多人看，我倒是很奇怪，整个世界的 taste 已经是转变了。那我希望接下来如果不论是马来西亚人出国也好，或者是其他国家人来马来西亚，真的，我们如果觉得这东西不适合你，也不需要在传播媒体里面告诉大家，你自己知道就好了。是因为你不适合你。如果真的很难吃，这么边的人，很多人都赞得好吃。最近很多欧美国家的人来到，甚至是澳洲人来到马来西亚吃，他们就算没有吃过中餐，一吃他们都觉得好吃。连小孩子一来到机场吃的马来西亚的美食都赞马来西亚食物好吃。这么身为一个中国人，跟马来西亚的华人差不多是同种的人，你会吃不惯，奇怪。有很多可能是北方过来的。因为我想，如果他真的是福建、广西、广东这一块来，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还蛮接近的。你们去那边旅行，是不是觉得吃的还是比较接近的？其实那边的更接近我们，但是我们去到北方的时候，我们吃他们菜，我们都觉得可以接受啊。我觉得差不远啊。就是我们在上海跟北方也是互相 diss 的，所以这也正常。可能大家对吃的东西都有一种。这种 proud 没有在，我觉得大致上很多我看到博主来到马来西亚，很多 complain， 就很多那些拍一些视频讲黑马来西亚的人都是一些穷游的人，真的都是这些穷游的人，他没办法就找最便宜或者最方便他的食物吃，而且吃的东西又便宜，可能就是便宜的东西没有好花了。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来到马来西亚，中国的这些我看到一些黑马来西亚就很喜欢。马来西亚的基建真的很差，马来西亚真的很落后，没有像我想象中这么好。
拜托，马来西亚30-40年前已经是很不错了。当然，马来西亚人是驾车的。OK， 我们的地铁你要好，吉隆坡我们至少有整5-6样的地铁，或者是高铁没有啦，地铁、公共交通都有的。你在吉隆坡就有这些。如果你是穷游，就住在靠近吉隆坡，你去那边找靠近地铁站的。我们有 MRT、LRT、Monorail、KTM， 还有 ETS， 对啦，还有 Grab 是很便宜的，马来西亚它 Grab， 现在 Bolt 也有了。我们有些巴士是免费的，做点功课。在吉隆坡，在槟城有对巴士的。如果真的太穷的话，租辆摩托，马来西亚油很便宜，不行2块1。不行，因为你的市中心的那个酒店比较贵。没办法，你穷嘛，穷就不起那酒店。租摩托啦，可以啦。哎呀，真的。怎么说？就建设性的可以说。对，因为马来西亚刚开始，马来西亚人是很懒惰走路的，所以我们都不做那个行人道，做了没有人走，所以呢，脚踏车也没有人踩，所以我们这边只是驾车或驾摩托，电单车，所以变成讲，只是近年来开始旅游业开始在吉隆坡，在有些城市开始比较吸收就开始有很多游客来了，所以可能我们也要在这方面要加强，这是对的。不过不需要扁。那我就看到一个女的博主，她住的地方是一个山卡拉的地方，那边根本没有地铁可以搭，她就要走路去。哇，真的太阳这么热，你还敢走路？一边走一边在骂天气太热，骂天气太热，骂道路太差，骂没有行人道。Come on， 你如果是要走路的话，住靠近吉隆坡啦，不要住在那个郊外的地方啦。走的地方就好像孟加拉住的孟加拉那些外劳住的地方。真的，我真的受不了。你如果多一点 budget，OK，你可以住到比较舒适。其实吉隆坡还是有便宜的，真的还是有便宜，只要你做多一点攻略，你可以找得到的。对，不过我最近我看到一个来自海南的一个小女孩，刚刚毕业，我觉得她心态很好。她其实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，我觉得她的心态非常好，她就是一个很乐天的一个海南女孩。然后在马来西亚的时候，虽然她碰到很多不好的东西，就算换那个汇率换到高，她说呀，这是我真糟糕，我没有迟一点买，她自己会自己嘲笑她自己，不过她不宜厌东厌西，而且她住的酒店就算是不好的话，她只是厌她自己。然后虽然她误了机，她只是怪自己慢。对，这种心态就很好，就跑到哪里大家都会很喜欢。而且他去到来，他是交外国朋友，所以他就尝试用英文。我觉得这种心态真的不错。对，这样很好，然后他自己生活也会越过越顺利，对吧？是。那如果你反省自己的话，就会去想，为什么我会觉得基建这些这么重要嘛？甚至于你深究一下，为什么中国其实也只是1线城市，后面基建会做得很好，他有可能会发现更多。那就是每个人启发的点是不一样，而比方说像我们第一次去槟城也觉得很喜欢，那就是因为你被当地人那种快乐感染了，就他很敬业，态度又很好，与人为善，你就会觉得这里的人是很 happy 的，是很 happy 的，你就会特别想要来，就是这样。而且你就很开心啦，在那边生活的，因为他的心态正。对，而且他最近也开始去了很多乡镇，最近去了太平回来，他对太平赞不绝口，真的是瓜拉堪萨跟这个太平，对，都真的很好。而且就像我们已经来第3年，我第一次去太平是23年，就第一年来的时候，我们也误会了，因为那天下雨，我们刚来又不懂，我们去是怎么玩呢？就看什么地方有景点。你找来找去，太平也没什么景，又在下雨，太平湖逛了一圈，就以为那个是太平。然后我们住的就像你讲的，我们租的一个 Airbnb 呢，是在稻田里的马来人的屋子。对，那个我看到，对。然后又热又有虫，这个也没有冷气，反正就是这样的，就觉得 OK， 这就太平了，以后不会来了。但是你看，我们就还是很有机缘，就是打开心又接受一次嘛。现在不一样了，现在我们去马来西亚任何地方，首先找哪里有好吃的，通过吃来了解它的文化和背后的一些东西。对，他说哇，太平真的是了不得。对，用中文字命名的城市，然后是刻意的选择慢慢发展，建成是151周年了，就被他那种文化和底蕴所折服了，然后开始去他周边的一些小渔村，对不对？对，18丁是吧？他就发现18丁，哇，真的价廉物美。对。尤其是认识杨哥新年的时候带我去他的家乡嘛，这五级甘蜜，我们那个时候就去了利明达，是吧？之前去的文东、劳务，
一开始的感觉是这个地方不错，后面感觉说是不是东马不错，后来发现怎么小城市都不错啊。就是我今天见到你的第一句话，就是说大马的魅力啊，小城市也是。对，就是它的乡镇地方，其实真的是很有魅力的。来马来西亚，其实我会更建议你就来漫游，不要带着旅游的心态，你要来了解这边的风土民情，这边的食物 ，OK， 去了解它，然后可以的话跟当地，如果你会讲英文，你可以跟马来人、跟印度人沟通；如果你不会讲英文，你就讲中文，就看只要是华人的面孔的，你跟他沟通。我相信呢，你找5个人，至少有3个人很乐意跟你分享。如果你真的更深入的去跟当地人沟通的话，当地人给到你的是多过你 expected， 多过你所想象你能够得到的。是人文美食，然后慢下来去体会嘛。当然我们也希望大家信息越来越流通，大家如果多上的不是这个小红书、抖音、什么哔哩哔哩，你多上的慢慢变成 YouTube， 我觉得会接收到更加高质量的信息吧。对，如果你要出国啦，出东南亚都好，尤其是来马来西亚，你要了解真正马来西亚上 YouTube， 看看我们这些马来西亚的 YouTube， 来自中国的马来西亚，在马来西亚居住的这些博主的这些 YouTube， 你会发现到马来西亚更美的一面，更好吃的美食，是真的。不要只是看中国的平台，马来西亚平台。其实杨哥有些不甘，还是因为觉得说，居然觉得越南、泰国也都很好，怎么就想我们马来西亚不好？我告诉你，如果是马来西亚菜不能够适合你的话，那你是吃错了。我觉得很多人吃了其他的，吃了印度菜或者马来菜，他会觉得完全不一样。其实你看每个人有世界观嘛，那你可以认为说，对美食的品味也是一种世界观，那他可能就比较狭窄，只能接受部分的，就是接收不到嘛，没有缘分嘛。其实我觉得。马来西亚人也不用介意嘛啊，反正不用。其实我是不想让他们再丢华人的脸，华人，不是中国人，是华人的脸，真的。尤其你在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人算是心胸是很开的，因为马来西亚全世界对中国好的，我相信马来西亚讲第一，没有其他国家讲第二了。我觉得对，所以你不要再伤了这个对你们爱你的人的心，知道吗？尤其那些。没有国际观，或者是要出来马来西亚的这些游客，我希望你们多去做攻略，登上 YouTube 看一些比较国际化的这个平台，让你们更深入的了解马来西亚。以后海关这个先要问有没有吃过那些了吗？是吧？是不是喜欢吃福建面的才能放行？所以讲到那些了嘛，有一个博主讲马来西亚的椰浆饭这么难吃不好吃 ，Come on， 找 Google Map。大马好吃的椰浆饭大把 ，OK， 你吃到不好吃的是你的运气不好，你没有做攻略。大马的那些人嘛，只要你在这个 Google Map 里面你打的话呢，不会差到哪里去的。今天这个呢是吹水发泄一下，其实我忍了很久，我找不到平台就找你说，所以我很开心啦，这样讲出来心里比较舒服。好，因为我是觉得是讲华人嘛 ，OK， 全世界只认知我们是华人。所以你所造的孽，我们要承受，真的 ，please 不要让华人在世界丢脸，好 ，please， 谢谢，世界和平，爱之深，责之切，是，拜拜，拜拜。OK 啊。